考考完了。考完了正好，你弟弟昨晚把人打伤了，你去派出所把事认了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弟弟成绩好，将来要有大出息，你反正也考不上，替他去一趟怎么了？可这些年他是拿我的成绩。你敢把我拿你卷子来骗零花钱的事说出去，信不信我让爸妈把你赶出这个家？爸妈不会。别磨蹭了，赶紧去趟派出所，别耽误我们吃饭。但也正是因为这半个月的牢狱之灾，让我阴差阳错在牢里解救了江城首富。这些账目全被做平了，根本找不到漏洞。能让我看看吗？第37页，利润率差了8个百分点。第68页，增值税发票编号对不上，所有假账的降验码都指向这个账户。孩子，你帮了我大忙，等出去之后，我一定倾尽所有答谢你。恭迎厉小姐出狱。丫头，委屈你了，来，先换身行头。秦姐，你的事都摆平了。托你的福，你那份心算和逻辑能成为咱们江城高考状元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这只祖传玉镯就当做贺礼，以后江城没人敢欺负你。秦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还能有假？我特意托关系问的。谢谢秦姐，我得赶快回家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妈。多懂事的孩子，要是我女儿就好。这不是爸妈和弟弟吗？难道爸妈知道了我是状元，想给我个惊喜？可家里这么穷，哪来的钱订这么贵的饭店？站住！里面是江城富商宁家为独子办的宴席，非亲友不能进。你说什么？江城富商？江城富商？那种大人物可不是你这种人能高攀的。哎，你欢迎各位来到犬子的状元宴。等淘淘大学毕业，我名下1000万资产全由他一人继承。爸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替弟弟坐牢半个月，你们在外面办升学宴分家产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妈，学校要交资料费，天天要钱，当我开银行啊？就只有5块，剩下自己想办法。我去，你们快看这人捡剩饭吃！穷成这样还上什么学啊？回家种地得了。老宁，你家不是只有宁涛一个孩子吗？这位是……哦，他是乡下亲戚家的小孩，我们家就一个儿子，捧在手心都怕化了。行了行了，来都来了，坐下吃2口就走吧，别让人看笑话。不行，他刚从牢里出来，晦气，留在这儿会影响宁涛的运势。我晦气？你说家里没钱让我想办法，我只能去卖血，抽完头晕的站不稳，啃着从垃圾桶捡的馒头去上课。可你呢，拿着我的血汗钱给弟弟请1对1的家教，转头对我说家里穷穷，你省着点花。宁江，你瞎说什么？你们的宝贝儿子本来该因斗殴去坐牢，是我替他顶的罪，我蹲了半个月监狱，出来连一个接我的人都没有，到头来我就换来一句晦气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把儿子捧上天，女儿养成这样，造孽呀！妈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要装穷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当年你生那丫头的时候公司破产，现在儿子一出生500万大单就来了，我儿子真是福星啊！记住，家里有钱的事儿绝对不能告诉那丫头，她就是个灾星，别让她连累我儿子。可那村口先生说，现在丢掉不好，要养到18岁再忍忍，正好留他以后给咱儿子当牛做马。以后家里的钱全是涛涛的。你以为你现在有饭吃是因为谁？还不是因为你弟弟养你到18岁，已经仁至义尽。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，传宗接代、养老送终，全指着宁涛，家业不留给他，留给你带到婆家去。姐，实话告诉你，咱家一点都不穷，在当地是有名的富商。这些年我们住别墅、穿名牌、开奔驰，每次说去奶奶家，其实就是去度假，哪儿好玩去哪儿。我也想去看看奶奶。隔壁工地搬砖，1天80，我给你报上了，回来把钱给我，省得天天要钱。一家人在一起，
就是幸福。原来是我不配，你们倾尽所有偏爱宁涛，唯独牺牲我18年。为了瞒我，你们装了18年。你现在还能姓宁，那是因为我们可怜你。再得寸进尺，别怪我们把你赶出宁家。哼！那我如你们所愿，今天请各位做个见证，即日起，我宁将与宁家恩断义绝。白眼狼！我们养你18年，你就这么报答我们？在你们眼里，女儿从来不是人，只是给儿子铺路的垫脚石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欠宁家一分一毫。江江啊，懂点事儿！你弟成绩向来优秀，将来你找工作、嫁人不还得靠他帮衬？向来优秀，你们问问宁涛，每次给你们看的是谁的试卷？宁涛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卷子。姐，以后你的卷子不用了，你要敢告诉爸妈，我就说你偷家里钱，让他们把你赶出去。你知道的，只要我说什么，爸妈都会信。才考这点分儿，你弟弟每次都是满分，你怎么这么笨？果然丫头片子就是不行。从小到大，他都是拿我的卷子去骗你们的钱。爸妈，你们可千万别信他，他嫉妒我。宁江，你就算嫉妒你弟弟，也不能这么污蔑他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才是状元，我的成绩他宁涛这辈子都赶不上。他平时能换卷子，高考换不了。宁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知道你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当初就不该生你。反正这次我花了大价钱买了答案，省状元肯定是我。他再怎么闹，秦总，宁小姐在状元大饭店被宁家人打了，还说要断绝关系。他们不要女儿，我要。走，去把我女儿认回来。宁江啊，做人不能眼高手低。你是个女孩，比不过你弟弟不算丢脸。哈哈，姐，你受刺激了吧？你要是高考状元，我跪下来给你磕头。请问是宁江同学吗？我们是清北大学招生办的老师。这不可能！她一个养在乡下的穷丫头，怎么可能是高考状元？估计是什么骗子电话吧。姐，这破玩意儿早该换了。拿着，你这次全市模考又是第一，老师替你高兴。老师，这太贵重了。傻孩子，你值得最好的，别羡慕别人手里的，你想要的，以后靠自己都能挣来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穷酸样，一部破手机至于吗？丢人现眼，还说自己是什么高考状元？哼，你这样的麻雀下辈子都成不了凤凰。等等，有消息说今年省状元就在咱们县一中，确实姓宁。我就知道我儿子是状元。涛涛，你是咱宁家的骄傲啊！有些人啊，真以为自己才是状元，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配不配。看来花大钱买的答案是真的，我真是状元，这回赚大了。爸，别这么说，姐姐也是太想给家里争光了，才会想着跟我争这个名头。宁总，你们家宁涛这孩子从小就有出息啊！虎父无犬子，宁家后继有人了。宁江，快来恭喜你弟弟啊，让你弟弟以后好好照应照应你。宁涛，你还真敢硬啊！就他还状元，上次模拟考状元的分数扣掉一个他的成绩，剩下的都比他还多。他是来当减数的。闭嘴！你就是嫉妒你弟弟！你别在这血口喷人！我都说了，我才是状元，我考过全校第一、全市第一、全区第一，为什么你们就不愿意信我一次呢？男孩天生就是学理科的料，你一个丫头片子，拿什么跟他比？好，既然你们都不信我，那现在就查分，让所有人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状元。反正我买的答案绝对靠谱，省状元就是我的。查就查，让你死心。
儿子，快出，让大家看看状元分数。啊，这不可能！我买的答案明明是250的成绩，确实是全省独一份，怎么不算状元？这破记性问题，我要重查！重查！我孙子怎么可能只考这点分？啊！重新查，这破机器肯定出故障了。250，这数字可真吉利。都说了，状元的成绩减一个他都比他的分高。宁涛，你平时换得了卷子，可以自欺欺人，但是高考你换不了。你别得意，说不定你的成绩比我的还差呢。让开，我来查自己的。你能安安稳稳读完高中就不错了，还真指望考上大学？别做梦了。姐，我劝你还是快点走吧，免得分数出来难堪。我要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是你这辈子都赶不上的存在。这怎么可能？屏蔽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作弊被发现了？成绩作废了？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吓我一跳，还吹什么省状元，脸都不要了。哼，丢人现眼。走了，回去吃饭，别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作弊的。你还笑？有人丢到这儿来了，你还好意思笑？你们知道什么情况下高考成绩会被屏蔽吗？好像听说全省前50名的考生成绩会被屏蔽。不可能，他肯定是因为作弊才没成绩。就是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分数怎么不敢亮出来？你高考居然作弊，宁家的脸全让你丢光了。宁家，快别闹了！作弊这种事情怎么能闹得人尽皆知呢？我没作弊，成绩被屏蔽，是因为前50的分数本来就不公布。还敢狡辩！宁江同学，恭喜你，你是今年的全省理科状元。宁家宠爱的儿子考了250，被放弃的女儿却是正儿八经的状元。县一中校长，我们校长可不长你这样。好啊，原来这死丫头花钱雇你来演戏的吧？我是高考完新调来，保安呢？把他给我赶走！我真没想到你们能冥顽不灵到这种地步。等官方信息出来，你们别后悔。站住！想走，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。我们宁家的东西，你一件也不许带走。这一件是宁启远穿剩下的，这一件是宁涛穿小了的，这条裤子是你淘汰的。你们宁家的东西，我一件没落，全还给你们。这宁家人这么对女儿，还有良心吗？这镯子也是我们宁家的。不，这是别人送我的。放屁！你一个坐过牢的穷鬼，谁会送你这么贵的东西？肯定偷家里的钱买的。我要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？我打死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！住手！你谁呀？我教训自己闺女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个疯女人，敢打我老公！你敢动我爸妈，我要你好看！你们不要的女儿我要。丫头，你愿意当我女儿吗？一个坐过牢的穷丫头，还有人抢着要。宁江，你从哪儿找来的戏子？演戏演到这儿来了？姐，你该不会在牢里学坏了，学会雇人演戏骗钱了吧？这是缅甸老坑玻璃种翡翠项链，法拉利限量款跑车，江城1号院顶楼空中别墅。今天这些贺礼就当认亲礼，你要愿意，以后我所有的都是你的。还认亲礼？一个穷酸货能拿出什么东西？赶紧给我滚！否则我今天连你一块打！那是江城首富秦正月。真是他，我在财经频道见过，他怎么会来这儿？什么？我已经和你们恩断义绝，
秦姐，我不为这些钱财，只是因为只有你让我感受到温暖。干妈，我愿意跟您，给您养老。好孩子。哎呦呦喂，原来是秦总！失敬失敬，误会都是误会。就是啊，我们刚刚是在考验江江呢。这以后咱们两家就是亲上加亲，这些东西我们就替江江收下了。谁说这是给你们的？这些都是给我女儿宁江的，你们一样也别想碰。翡翠项链她带着玩，法拉利她开着代步，江城1号院的别墅她想住就住，不想住就空着。我秦正月的女儿值得最好的。你们18年不给她一床棉被、一件新衣、一顿饱饭，从今天起，她缺什么我补助什么，一样一样慢慢补。丫头，跟妈回家。秦姐，走之前得把账算清楚。这只镯子是你们打碎的，我要你们赔。我当什么呢？就这破镯子，路边摊10块钱一串的玻璃货，你也好意思让我赔？姐，你这也太寒碜了吧！一个破镯子还当宝贝，真是穷酸惯了。哼，一只假镯子也只当你在这儿闹。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，就当你的补偿了。10万块，连这只镯子的一个零头都不够。秦姐，你告诉我，这只镯子值多少钱？来人，把宁奇远、李秀兰、宁涛给我绑了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带走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江城珠宝鉴定协会让专业人士来评评理，你们打碎的镯子到底值多少钱？凭什么绑我们来？这不是为了告诉你们到底要赔我多少钱吗？张会长，您是江城珠宝协会的会长，劳烦您给长长眼，麻烦您了。哼，装什么装？我看你能看出什么花来？这是帝王绿玻璃种翡翠，而且是顶级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做珠宝鉴定40年，绝不会看错。这只镯子的质地、色泽、水头都是极品中的极品，而且它的年份至少在100年以上。根据今年香港佳士得春拍的价格，同等品相的翡翠手镯，成交价是7个零，8个零，再加1个零。这么多，什么破镯子能值这么多钱啊？就是你说这么多就这么多，我看你跟他就是一伙的，联合起来骗我们。随便拉个人就说是会长，我也可以说我是会长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们可以随时核实。少来这套！你们就是想讹我宁家的钱！对，一个农村丫头，怎么可能有人送她这么贵的镯子？这镯子8成是假的，你们串通好了来骗钱。哼，联合外人来骗自家人，真是个白眼狼。你们不信，信什么信？你一个坐过牢的穷鬼，怎么可能有人愿意送你这么贵的手镯？这镯子要值这么多钱，我可以10倍赔偿给你。好，可以。既然你们不信，那就直接仪器鉴定。但是，宁太太，话不能白说。如果这只镯子真的值这么多，你可得按照你说的10倍赔偿给我们，怎么样？敢赌吗？怕什么？肯定是假的，赌就赌。就是嘛，跟他赌，看他到时候怎么收场。好，我赌。要是这破镯子值这么多钱，我就10倍赔偿给你们；要是不值，你们得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从这里爬到外面去。成交，走吧，去仪器鉴定室。张会长，请吧，我等不及要看一些人自食其果了。哼，等着磕头吧。我想起来了，以前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，人家专家说了，宫廷的翡翠手镯必须有内务府刻款才是真品。妈，您说的是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电视上说了，那些宫里出来的东西都有记号，这只镯子碎片上光溜溜的，什么刻款都没有，那就是假货。还真是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根本不是宫廷的。妈，您太厉害了，原来他们是拿假货糊弄我们。哼，我就说嘛，一个农村丫头哪来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果然是骗子。联合外人来骗自家人，良心都被狗吃了。秦正月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拿个假货来讹我们，你堂堂江城首富，就这点本事？还有你，死丫头，你不是要断亲吗？不是要算账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
我在想，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无知的家人？宁太太，您说的那个电视节目恐怕是有问题。宫廷的翡翠手镯并非全部都有刻款，镯子讲究温润光滑，极少刻字，以免破坏玉质美感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那可是专家，电视上的专家还能有假？专家也有水平高低之分，真正的鉴定依据是雕工、包浆、沁色和材质特征，而不是有没有刻款。少在这糊弄人！你们就是一伙的！对，你们就是想赖账！快跪，快跪！我要看他们磕头！你们还真是比我想的还要无知。秦正月，你堂堂首富，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传出去可是要笑掉大牙的。怎么不敢了？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一个手镯抵得上市中心一套豪宅了，骗谁呢？现在给我们磕3个响头，从这里爬出去！宁家人疯了吧？居然敢这么和秦总说话！当初那个害他进去的会计，下场可是很惨的。一群无知的人。我要告你！你这是故意伤害！秦姐，别脏了你的手。张会长，赶紧的，给他们一个痛快。哼，验再多次也没有用，没有刻款就是假货，这是专家说的。冥顽不灵。装神弄鬼。检测启动中，请稍后。检测完成，材质天然翡翠，品种帝王绿玻璃种，年代宫廷制品，市值不菲。不可能，明明没有刻款。这是被行业认证过的专业设备，结果经得起任何检验。现在看你们还能怎么质疑？宁太太，刚才你说这个镯子要是真的，就要10倍赔偿给我。现在，请赔偿吧。我那是说着玩的，谁能真的拿出来10倍的赔偿啊？说着玩的，刚才你可不是这个态度。宁太太，你可知道，你摔碎的这只镯子不仅有鉴定报告，还有购买发票、保险单，这么多的赔偿，法院见的话，你们宁家赔得起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宁氏集团的市值你我都清楚，这一个手镯的赔偿，你们倾家荡产都不够。到时候宁氏集团破产清算，你们一家4口睡大街去。今天你们既然已经夸下海口，那就必须赔偿。你要不就认下来这个赔偿算了。什么？这可是10倍赔偿啊！你觉得我们家有这么多钱吗？妈，咱们家确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啊，要不你就跪下给他们道歉吧。老婆，你就当为了这个家，你就受一下委屈吧。你们让我给他们下跪道歉？宁太太，这就是你疼爱的儿子和尊敬的丈夫啊！你为了他们，在我面前装穷18年，逼我顶罪坐牢，现在该轮到你自己了。你以为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在他们眼里，你和我一样，不过是个工具，能用的时候是一家人，不能用了，就是个被他们推出去道歉的工具人。宁太太，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？你自己选择。好，我跪下道歉。我道歉还不行吗？够了，江江啊，妈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跪下，不是舍不得，而是这种惩罚太轻。你摔碎了我一只手镯，我要你拿你所有的手镯来一只一只的摔，摔到你记住为止。你说什么？秦姐，我想去宁家见一见那一柜子的翡翠手镯。好，出发去宁家。是。你敢，那些都是我的，每一只都值好多钱，你居然要把它们全都摔了！宁太太，你有满满一柜子的手镯，随便卖一只就能给我一个安稳的童年，可你没有。那现在我也没有必要给你留情面了。18年来，穷的不过是我一个人罢了。宁太太，这些都是你的吧？你不能动他们！为什么不能？你忘了吗？你现在欠了我市中心一套豪宅的价格。秦姐，
麻烦你给我看一下，这只糯种紫罗兰，端个菜都端不好，活该你穷一辈子。玻璃种正阳绿，再卖一次，今年的学费就有着落了。第3只冰种帝王绿，这手镯是我当时好不容易淘来的，找了这么久，终于有收获了。原来我在垃圾堆里捡瓶子的时候，你在古玩市场买这个。宁江，你摔够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气还没消。你敢动他一下，门外的保镖立刻会冲进来。妈，你就让他摔，那些都是你的。我能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啊？我不想吞碎片，我不想没命啊！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居然这样欺负长辈！我从小你们就告诉我，女孩子不配读书，不配吃肉，不配穿新衣服。可你们在这栋别墅逍遥自在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你们的女儿在垃圾堆里捡瓶子？冰种正阳绿。除去这12只手镯，距离你欠我的还差你公司60.5%的股份。宁先生，剩下的钱你们打算怎么？60.5%的股份？你少在这讹人！说那只镯子到底是谁给你的？对，你一个坐过牢的穷丫头，怎么可能有人送你这么值钱的镯子？一定是傍上了什么大佬，来历不明的东西，凭什么让我们赔？你说的对，这只镯子确实是一位大佬送我的。看吧，我就知道。说，是谁？这位送我手镯的大佬，不就在你们面前吗？秦总，秦总，你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？她不过是个农村丫头，坐过牢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？你口中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农村丫头，在监狱里从一份所有人都找不到漏洞的假账中找出了17处异常数据，证明了我的清白。竞争对手收买会计做假账，污蔑我偷税漏税，我本该坐牢10年，是他救了我。怎么可能？多少专家都看不出那个账里的问题，她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看出来？就是秦总，你不会被他骗了吧？不仅如此，他今年高考是全省状元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亏待了18年的女儿是高考全省状元，而你捧在手里的宝贝儿子考了250分。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是状元？宁太太，全省状元是省考试院公布的，做不了假。你质疑这个，不如先想想怎么还钱。我哪来这么多钱？那是你的事。宁先生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内把钱1分不少打到这个账户上。过时1天，利息按日1/1000算。超过1周，我让宁氏集团彻底从江城消失。秦总，你不能这样！不能！你让女儿替儿子顶罪的时候，怎么没说不能？你让女儿啃馒头卖血的时候，怎么没说不能？钱1分都别给我少！丫头，咱回家。别回头！站住！你们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们给我站住！死丫头，你给我滚回来！你把我们家毁成这样，居然就这么走了！宁江，你别以为有秦总撑腰就了不起了，你就是个冒牌货，怎么可能是状元？3天时间，记得凑钱。
呸！什么东西？等状元信息公布的那一天，看你还怎么装！爸，你干什么？要不是你没出息，考个250分，咱们家至于被人家这么羞辱吗？你打儿子干什么？都怪那个死丫头！怪他！要不是这个废物考250分，宁江能踩着我们头上撒野，我的老脸都被他丢尽了。你怎么打我？你想想，宁江怎么可能是状元？肯定是他花言巧语蛊惑了秦总。不知感恩的东西，说不定过几天就要被秦总厌弃，回来哭着求我们。你受委屈了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帮你处理。秦姐，谢谢你护着我。我想求你件事，我想改名字，从今天起我不姓宁了。你想姓什么？我想姓秦，秦江。吵什么吵？人呢？妈，你可算回来了！那个死丫头把我的手镯全摔了，真是养了个白眼狼！不仅当众毁了涛涛的升学宴，还勾搭上秦总，反过来欺压我们一家人。都怪他影响了我的运势，我才考得这么差。我的儿啊，你今天受苦了。你们看，全省前50名单出来了，上面根本没有宁江的名字，省状元姓秦。真的没有宁江？他果然是在撒谎！我就说嘛，她一个女孩怎么可能是状元？你们看下面那条新闻，明天早上省状元要召开记者发布会啊！省状元一定是知道宁江假冒他的身份，才那么着急要出来澄清。那我们更得去了，等真正的省状元出现，就能揭穿宁江的真面目。对，到时候当着记者的面揭穿他，看他还有什么脸见人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这是我的房间，特意给你收拾的新房间，所有东西都是全新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去给你拿衣服。傻丫头，以后不用再受苦了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没人再欺负你。妈，好孩子。快，去洗澡，然后早点休息吧。谢谢。这房子里怎么还有男人啊？但是这手感确实不错。你能把我放开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抱歉，小江，妈忘了告诉你，我朋友的儿子也住在这里，他叫陆谦，还挺帅的。你就是那个帮秦阿姨翻案的全省状元，看着不像传说中那么厉害啊。秦阿姨，你不会是被骗了吧？知不知道什么叫人不可貌相？不许胡闹！宁江从今往后就要住在这里了，你们年龄相仿，应该好好成为朋友。朋友？我可没有凭空冒出来的朋友。你这孩子，别不懂事。小江是我认定的义女，你呢又被你爸妈寄养在我这边，你们以后好好相处。秦阿姨，你认的女儿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呀，就该找个人回来好好治治。秦阿姨，你平时一个人教训我还不够吗？居然还要找人收拾我！
我明天早上有个紧急会议，要晚点回来。小江，省状元记者发布会，让陆谦送你过去。好的，妈，我知道了。你要骑摩托车送我？怎么，不敢坐？你不会晕车然后吐我一身吧？我才不会吐。行，那我们打个赌，你要是没吐，我就给你当1天男朋友，让你体验一次被海城太子爷亲自拥在怀里护着的感觉，如何？无耻！啊！小没良心的，我好心送你，你居然踩我！到底做不做？上来，抓紧了。出发。特地选在宁家待过的乡下，省状元果然是对宁江这个冒牌货恨之入骨啊！你们看，那不是宁江吗？他居然坐着一个陌生黄毛的摩托车，居然跟着个黄毛小子乱跑，真是没出息。可以啊，宁江，速度挺快，还敢瞒着我们私会野男人。看这黄毛模样，吊儿郎当的，一看就是街头混日子、不学无术的纨绔废物。前几日还靠着秦总狐假虎威，转头就被秦总抛弃，坐上这种人的破摩托。宁江，你真是丢我们宁家的脸！我多拍几张照片，发给到场的所有媒体。你们别太过分，立刻删掉照片，给我让开！过分！我这是帮大家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全网都等着看省状元发布会，结果你宁江假冒状元，谎话连篇，还背着所有人私会陌生男人，私生活混乱不堪。等照片一发出去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爱撒谎、乱搞关系的骗子。我看你等会儿发布会现场怎么抬头见人。我从未假冒任何人，也没有乱搞关系，是你们恶意拦路、凭空造谣、仗势欺人，居然还敢指责我们！欺负你怎么了？今天我不光骂你，我还要砸了这破车！你不好，你的车！别怕，相信我。怎么，黄毛小子还想动手？我看你是不知天高地厚！放开我！动我儿子！你敢打我老公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嘴巴不干净，我就好好教教你该怎么做人。还没人敢动过我的车。你简直无法无天，光天化日抢东西！拦路别车、恶意砸车、造谣生事，是你们先不守规矩，再敢动我的人，下次就不是扇巴掌这么简单。汽车被砸坏了，没法开了，我们开他们的车走。好。这是我们的车，你不能开，还给我们！凭什么开走我们的车？你这是抢劫！宁江，你这个白眼狼，联合外人欺负自家亲人！上车，我送你去发布会。我的新车，这两个混账东西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！那是我们花大价钱买的车，宁江太狠心了，专门找人来欺负我们。走，我们爬也要爬去发布会，我要当场揭穿宁江的真面目。他们到底是谁？是你之前的家人吗？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和弟弟。家人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家人？拼了命往死里逼自己女儿，还当众造谣，毁你名声，拦路找事。他们从来没把我真正当过家人，
我只是他们用来压榨牺牲的工具。18年，他们在我面前装穷了18年，家里所有的钱财资源全部留给宁涛。我常年穿别人的旧衣，吃剩饭剩菜，为了凑学费。可他们坐拥一柜子名贵翡翠手镯，穿戴奢华，风风光光给宁涛大办升学宴，享受富足生活。宁涛犯错闯祸，他们不舍得罚半句，反手逼迫无辜的我替他顶罪，让我白白坐牢。我忍辱负重，熬了18年，拼死拼活考出全省第1的成绩。他们非但不愧疚，反而到处抹黑我、揭穿我，只想把我彻底踩进泥潭，永远抬不起头。我忍辱负重，熬了18年，拼死拼活考出全省第1的成绩。他们非但不愧疚，反而到处抹黑我、揭穿我，只想把我彻底踩进泥潭，永远抬不起头。有用的时候我是宁家的女儿，没用的时候，我就是可以随意抛弃、肆意践踏的外人。可是凭什么呢？我也是他们的亲女儿，凭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别怕，从现在开始，有我在，有秦阿姨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半分。他们不把你当家人，我和秦阿姨就永远是你的家人。我们才认识不久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第一，你是秦阿姨拼尽全力也要护着的人，我信我秦阿姨的眼光。第二，你聪慧、坚韧、善良，受尽苦难却依旧坦荡纯粹，你值得被全世界好好对待。宁家亏欠你的所有委屈、羞辱、遗憾，我会一点点帮你讨回来，让他们加倍偿还。谢谢你。别哭了，再哭眼睛就肿了。等会儿的发布会，你要惊艳所有人。也许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我选择这里开发布会。同学您好，网传您原生家庭重男轻女，属实吗？属实。18年，我的父母对外装穷卖惨，塑造低保贫困户人设。他们住着别墅，开着豪车，收藏满柜翡翠，却让我常年穿别人的旧衣服，3餐靠馒头剩饭度日。为了凑齐高中3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我靠着捡废品、无偿献血勉强维持生计。大家可以看我手臂上的痕迹，这就是多年献血留下的印记。听闻您高考后曾入狱半月，请问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吗？高考结束当天，宁涛犯下聚众斗殴的过错，我的父母苦苦哀求我替弟弟顶罪，我一时心软，念及血脉亲情，答应了他。那您对您的亲人现在是什么样的情感呢？我在狱中不甘堕落，凭借所学帮人翻案才得以脱身。我不恨出身，只恨人心偏颇，亲情凉薄。天哪，全省状元竟然坐过牢，还是替弟弟顶罪，这是什么人间惨剧？亲生父母住别墅开豪车，女儿卖血上学，哪家爹妈能干得出这种事儿？大家别信她的鬼话，这个女人满口谎言，她根本不是什么省状元。我是她亲生母亲，我女儿心术不正，为了出名不择手段，全网公布的省状元名单里没有她的名字，她是假冒的。大家看清楚，全省前50公示名单第1名姓秦，根本没有宁江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不止如此，他刚出狱就勾搭陌生男人，还背着家人私会，2个人举止亲密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省状元？我们辛辛苦苦养他18年，他不仅不知感恩，还冒充状元博眼球，败坏家风，毁他亲弟弟的前程。求求大家赶紧曝光他！这几个人说的是真的吗？状元，这女生这辈子到头了吧？他就是个坐过牢、爱撒谎的白眼狼。今天我们就要揭穿他的真面目，不让他继续欺骗大众。说话是要讲证据，你们凭空污蔑不怕进去吗？她是我女儿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人？我就是证据，我们3个都是证据。她是我女儿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人？我就是证据，我们3个都是证据。你们污蔑造谣的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就好好看看上面写了什么。全网公示状元姓氏显示为秦，并非我假冒身份，是因为我早已和宁家断亲，正式更改姓名。我已彻底脱离宁家，改姓秦，断旧缘，所以官方公示名单上只有秦姓状元，再也没有宁江这个名字。不可能！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？我们全家为什么完全不知情？你这肯定是临时造假！我写下血书和宁家彻底断亲的那天，就已经提交了更名申请。我18年的苦难皆由宁家所赐，我为何要背负伤害我的姓氏？我不信！你怎么可能真的是状元？给我好好看清楚！不愧是秦阿姨选中的人。全省前50成绩姓名部分屏蔽是官方防炒作的固定规则，并非我作弊造假。所有文件均可全网核验，具备完整法律效力。我就是真正的全省高考理科状元。
叶家人脸都打肿了，居然还质疑亲女儿的成绩，太可笑了！ 18年装穷压榨女儿，真的刷新我三观，太恶毒了！不可能！你怎么敢私自改姓？你身体里流的是我们宁家的血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！她一个坐牢的丫头，怎么会是状元？就算你是状元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照样跟黄毛勾搭？大家看清楚，他刚跟我们断亲，就勾搭上这个黄毛，这男的就是个无业游民，两人举止亲密，不知廉耻。对呀，他为了个黄毛，连家人都不认。这个黄毛看着吊儿郎当，能是什么好人？你家人为他操碎了心，他却反过来指责我们。宁江，身为高考状元，不知洁身自好，和街头流氓厮混，简直玷污状元名头。街头流氓，无业游民，看清楚这是什么？这是江城顶级豪门陆家的专属家族徽章，全城独一份。我，陆谦，江城陆家唯一继承人。什么？至于我们的关系，我是她男朋友。臭小子，平时冷冰冰的，关键时刻倒是会主动，居然敢当众官宣，看来是真的动心了。总算长大了，懂得护着自己的人了。他这是在搞什么鬼？陆少，我们有眼无珠，是我们错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乱说话乱造谣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计较。陆少，宁江她毕竟是我的女儿，既然她已经是您的人了，那之前我们欠的钱，您看您能不能帮我们？我女朋友的家人欠那么一点钱，我当然要帮。您是打算帮我们还钱啊？那真是太好了。可我记得宁江不是和你们断绝关系了？什么？你们啊，自己欠多少就还多少，一分不能少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可以呀，不愧是你啊，陆谦，当众官宣谈恋爱，直接把我的状元女儿拐成女朋友了。妈，您别误会，我们没在谈恋爱。早上出门我们打了赌，他说我要是坐不稳机车，就当一天我男朋友。刚刚那是赌约玩笑，不算数的。玩笑？行，那我再让你选一次，现在2选1，你可以选这张卡，或者选我。我选银行卡。我先去洗澡了，你们慢慢聊。笑死我了！堂堂陆家太子爷，居然输给了一张银行卡。秦阿姨，您还笑？愣着干什么？追啊！丫头脸皮薄，你不主动，难道等她主动？你干什么？我要睡觉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来了。过来。陆谦，你不要脸！要脸干什么？要你就够了。跑什么？怕我？谁怕你了？那你抬头看我。宁江，我说了，你是我的。陆谦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居然选钱不选我，宁江，我要好好惩罚你。你，秦阿姨让你明天和我一起去秦氏研发部报道。陆谦，晚安。晚安，我的状元。完了，睡不着了。田阿姨让你来实习，不是让你来发呆的。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跟我来，你的办公室在这边。我一个实习生，真的有独立办公室？进去看看。
这是给我准备的。秦阿姨让我准备的，她说状元要有状元的待遇。谢谢。这是公司最新的脑机接口项目计划书，秦阿姨说让你看看，有什么想法直接提。这个方向，如果能突破算力瓶颈，完全可以实现真正的脑波交互。那就干吧，需要什么跟我说。别动手动脚。你又在实验室待了一整天。陆谦，你过来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脑波交互算法，我把算力提升了200倍，只要戴上这个头盔，人的思维就能直接控制外部设备。你说你把这东西做出来了？原型机还只是初级版本，但我已经做过基础测试了，思维指令的识别准确率在95%以上。你干什么？我还没保存。先吃饭，电脑会自动保存的。你赢了。你知道你有多厉害吗？废话，我可是全省高考理科状元。全省状元，帮人翻案，发明联脑 AI。宁江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？秦阿姨说了，这个项目由你全权负责，预算不限。我知道了。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秦阿姨让我看着你，怕你偷懒。我像是会偷懒的人吗？不像，但你像会忘了吃饭、忘了睡觉，把自己累晕在实验室的人。所以我来盯着你。谁要你盯着？不要我盯着，那你要谁盯着？你离我远点儿。偏不。陆谦。好，我退。你别生气，气坏了还要我哄。爸，你看看，宁江那个死丫头在秦氏集团搞什么脑机接口，新闻上都报道了。他能搞出什么名堂？不过就是仗着秦正月的势力狐假虎威。就是，她一个坐过牢的黄毛丫头能有什么真本事？8成是秦正月拿她当幌子。爸妈，你们想想，要是我们能拿到那个技术再卖出去，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。那可是秦氏集团保安森严，怎么拿？我打听过了，宁江那个实验室在研发部3楼，门禁卡只有他和陆谦有，但每周5下午，陆谦都会去总部开会，实验室只有宁江一个人。你的意思是，趁他一个人去偷？不是偷，是拿。他欠我们家的，拿点东西怎么了？可万一被抓到了怎么办？爸，你想多了。我一个外人混进去拿点东西，谁能证明我是偷的？那实验室里那么多设备，丢1个2个谁会发现？可你又不认识哪个是值钱的，万一拿个没用的回来怎么办？我早就打听好了，宁江最近在调试一个头盔，据说是核心技术。那个头盔就放在他工作台旁边的柜子上，银白色的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行，周5下午你小心点，别被人发现。放心吧，姐姐，我要让宁江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谁？保洁，打扫卫生的。等等，你怀里藏的是什么？站住！来人啊！站住！伤到哪儿了？没事，头盔被他偷走了。封锁所有出口，有人偷了研发部的设备，调监控，找出那个穿蓝色保洁服的人。别怕，他跑不了。看清楚了，是宁涛。那台原型机有严重安全隐患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绝对不能直接佩戴使用。电流反馈有 bug，
带上的人会被电击。宁涛行事冲动鲁莽，大概率会私自试用设备。我立刻派人前往宁家劝阻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我要展示真正的连脑 AI 技术，这是我们宁家的核心技术。宁江就是个小偷，对，他就是个骗子。现在，我演示用脑电波控制灯光。怎么回事啊？涛涛，你怎么了？好儿子，你快醒醒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一直担心他贸然使用，没想到还是出事了。我们派去的人赶到时，事故已经发生。宁涛没有生命危险，当晚就在医院里醒来了。他已经因为盗窃罪被抓起来了。他从小被宠坏，做事从来不计后果。琐碎人没什么事，而且被抓起来也是他应有的惩罚。宁家人在网上说了什么？他们说你故意给有问题的设备，意图不轨。我倒贴钱给他们设备，他们编故事的水平比宁涛的分数高多了。法务已经处理了，诽谤商业面谍、盗窃商业机密，够他们喝一壶的。但还有一件事，宁家人可能会狗急跳墙，你这段时间不要单独出门。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一个欠了巨款，儿子被抓起来，公司快要倒闭的家庭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谁？江江，你等等，求求你听我们说几句话。我们知道以前做了太多错事，对不起你。如今我们走投无路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才厚着脸皮来找。涛涛因为盗窃研发设备、恶意直播造谣，已经被警方拘留，还要面临巨额赔偿。他从小娇生惯养，从来没吃过苦，我们俩整夜睡不着，就怕他在里面出事。触犯法律就要接受惩罚，这是规矩。江江，算我们求你了，想想办法救救你弟弟吧。我们知道错了，这些年重男轻女，装穷压榨你，逼你顶罪，每一件事我们都追悔莫及。我们现在才明白，最亏欠的人就是你。过去是我们糊涂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出手帮帮涛吧。你们是真的认错，还是只是为了让我去救你们的宝贝儿子？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？不会出什么事了？不好！江江，我们当然是真心悔过呀，你要相信我们。江江，你是我们的女儿，涛涛是我们的儿子，你们是亲姐弟呀！你们也只有在这种时候，才肯承认我是你们的女儿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离他远点！我没事，他们并没有伤害我，只是过来找我求情的。陆少，求求你也帮我们说说情，让江江救救他弟弟吧。我们知道以前对不起江江，现在真心悔过了。但涛涛还年轻，要是真的留下案底，这辈子就毁了。宁涛偷窃商业机密，恶意造谣，所作所为都触犯了法律，任何人都不能徇私，怎么就帮不了？当初你不也顶替你弟弟去看守所待了半个月吗？现在再想办法找个人替他承担责任，或者出面和解，不就行了？是啊，你就再帮这一次，我们以后要好好弥补你，以后家产一分不少分给你。你们到现在还想着找人顶罪，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。当年逼迫江江替宁涛顶罪，已经毁了他一段人生，如今还想重蹈覆辙吗？可涛涛是他异母同胞的亲弟弟呀，血脉相连，难道他真能眼睁睁看着亲弟弟一辈子毁在里面吗？那你们当初怎么就忍心我被毁在里面了？亲情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借口，是他自己贪念作祟，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地步。路是他自己选的，后果也该由他自己承担。当初你们为了包庇儿子，亲手将亲生女儿推入虎坑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才想起血脉亲情，未免太过可笑。做错事就要接受惩罚。原来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我们是真的错了，不光对不起江江，也把涛涛给毁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陆谦，你愿意成为宁江的丈夫，一生一世爱护他、支持他吗？我愿意。宁江，你愿意成为陆谦的妻子，一生一世陪伴他、守护他吗？我愿意。我说过你是我的。你也是我的。